买我保真，价值250。别看了，我上周产的，价值5块。我是宣统3年大清银币反龙银液版样币，价值800万。我价值2块5。不要报！万万没想到这小地摊会有如此开门的东西，这可是个稀罕的玩意啊，不能被老板发现，以免被坐地起价。老板，这些我能先看看吗？不行，这些有个老板看上了，等会老板就要过来了。你有钱吗？如果有钱可以考虑考虑，没钱就别耽误大家时间了。老板你放心，只要东西够好，我肯定不会含糊。行吧，那你快点看。老板其实是想探探这年轻人的底，是不是真有实力想买这些东西。老贺们行串，生瓜要酱了，紧赶堂口。马上到。老板，你这几个样币多少钱？8000一个，如果8个打包买就便宜，6万给你。8个6万，这也不贵，不过我钱没带够。老板，你稍等我一会，我马上去拿钱。我这不等人哦，谁先给钱就给谁了。别这样，老板，如果你等我回来，我8万打包，只要别让人拿走就行。还没等老板反应过来，这男人就飞走了，像极了着急回去拿钱来买这些样币。这老板真会玩，满满的套路。套路虽浓，演技却真的好，一般人还真看不出来。这人怎么还不来？不等了，现在8000一个，谁要赶紧的？没人买我就收摊了。我买，老板，您等等。哇塞，兄弟，他们在演戏呢，你不会真要买吧？就是啊，这些普通样币，就算真的，也只是值个8主板，他敢卖8000，摆明了可你不中黄。没事，我先看看。若是普通样币，8000一个买肯定血亏，可这是大清银币反龙银液版样币，价值可以翻100倍不止。看来这老板是真不识货啊！看完没？再磨蹭我可收摊了。别急，这些我全要了。哇塞，还真有冤大头，这波不能错过。帅哥，我这儿也有，给你便宜，3000一个。原来你也有啊？那我瞧瞧。贾康刚走向隔壁摊位，摊主立马热情介绍：我这些可都是祖上传的，数量多，保真，想要啥样的都有。哎呦，老王你这不地道啊，抢我生意。老李你别误会，这帅哥一开口就全要，他要的多，我的也给看看，说不定人家都喜欢呢。帅哥，我这也保真，拿去鉴定都假不了。你要8000，他这才3000，他的更便宜啊！1分钱1分货，便宜没好货。况且你刚才说要买，可不能反悔。看他犹豫的样子，难不成这些样币都是真的？就算是真的，一枚也不值8000，8主板快顶钱了。这种套路也就骗半懂不懂的小白，东西就算真也不稀有。呼叫托儿生瓜犹豫了，快来加把火！马上到。哟，兄弟也看上这宝贝了，我刚刚回去筹了钱，这几个我都要定了。老板，你刚刚去太久了，以为你不要了，现在这位兄弟也看上了，这应该卖给谁啊？当然是价高者的，我出1万一个，总共8万。这托演技是真的好，那我就赔你玩玩，况且800万以内都不怕亏。行，你有钱，你厉害，那我出总共10万、20万、30万、50万、100万。哇塞，发财了！成本不到2000，能卖100万，托儿干得漂亮。怎么不买我的？10万我就卖120万。哇塞，这托疯了吗？还不收手？150万。不要报！这人傻钱多吧？明摆着的圈套还往里钻。老板今天要赚翻了，这兄弟太冲动，这遇上金主了，这机会难得啊，得狠狠赚一笔。300万，恭喜，归你了，我不要了。不行，你不能不出价。凭什么？你自己喊300万，付钱吧。我开玩笑的，我不要了。托说完，撒腿就跑。帅哥，他不要了，这些就归你了，就按你刚刚最后出的价，150万。我也开玩笑的，不要了。哪有这样的？出价了就得买，又不是我喊300万，你找他去。我不管，我没听到，我只知道你出了150万。我们可是都听到的，老板你不能这样欺负人了。就是300万的跑了你不追，非要为难人家。那算我倒霉，便宜点，100万买你。100万不要，5000一个，行就成交，不行我走人，反正我也不确定真假。4万我也赚3万8，卖就卖吧。刚刚我得100万，心疼啊。行，都拿走吧。行，老板，4万转给你了，那这几枚钱币我就拿走了。不是帅哥，我这儿也有一模一样的，还保真，买我的多划算。你这不是烧钱吗？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，我先拿去鉴定，等会再来。该不会真以为自己捡漏了吧？还拿去鉴定？这花4万不得亏3万多吗？走，一起去看看这兄弟怎么打眼。老板，鉴定师傅在吗？我这有一些古钱币，麻烦给长眼。小伙子，不会又是拿普通袁大头来鉴定吧？鉴定师傅可不是你想见就见的。行，小哥，那你帮我长眼，要是价格合适，我就卖给你们。小哥随意瞥了眼古钱币，满脸嫌弃。帅哥，恕我直言，这玩意儿一文不值，哪儿淘来的？
刚在古玩摊捡漏的。那就对了，你看这发黑的包浆，明显是人为做旧，表面的亮色就是镀的。最大的问题是版面，大清银币根本没这种样式，妥妥的假货。这兄弟全都亏完了，可惜社会阅历太浅，这么明显的圈套都往里跳。就是啊，我们都提醒过了，他偏不听。多谢提醒，但我还是想坚持自己的判断。请问这还有其他鉴定师吗？小子，你什么意思？质疑我的能力？您误会了，有些东西专家没见过都认不出来，何况您呢？行，既然你这么自信，说说这到底是啥宝贝，让我们开开眼。这是大清银币没错，但却不是假的，因为它叫大清银币反龙阴液版样币，比反龙阳液版还珍贵。瞎扯，我从没听说过什么阳液版、阴液版。正因为你没听说过，才咬定它是假的。也正因稀少，我才能捡漏。你要是不信，叫人来鉴定，要是假货，我付双倍鉴定费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双倍鉴定费，那可要5万块，你别后悔哦。当然没问题。老板，就是这小子拿了个地摊货，非要找你鉴定。这兄弟花4万买这不值钱的样币就算了，还跑来花5万鉴定。就是，这不是妥妥的数钱吗？都安静一下，听听我们的老板怎么说。老板接过补钱币，没用任何工具，仅凭肉眼仔细端详，半分钟后开门，太开门了！反龙阴液版样币太稀有了。老板，那你收吗？先别急，这可是世上极其稀有的阴液版。老弟，你能说说这币的来历吗？你是怎么发现的？让大伙也一起长长见识。实际上，老板是想探探底，准备看人下菜碟。我看他就是被忽悠的小白，还真以为自己很厉害了。就是啊，说不出来历，就算是真的也卖不上价。该币为造币总厂试铸的未发行样币，因同年起义爆发，清王朝覆灭而停止生产，存世量极罕。该样币龙身呈反 S 形，是宣统3年系列中独份见首不见尾的龙图设计。正面左侧花枝边叶经脉如果凸起明显，则称为阳液版，但这枚边叶经脉凹陷，所以这是更稀有的阴液版。这位老弟说的没错，这确实是真品，而且是很稀有的反龙样币。真假？这玩意儿到底值多少钱？就一枚之前，他总共可是花了4万，再之前也不会超过这个数吧？我出300个如何？老板，这可是阴液版，这个品相的阳液版都不止这个价，这样币本来就珍贵，阴液版那就真的是可遇不可求了。如果这样报价，那我可就走了，再也不来了。老弟说的没错，是我动了歪心思，想捡你漏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真心交你这个朋友，我给你出1000个如何？这回就差不多了，成交。哇塞，1000万，我没听错吧？就一枚钱币，不是透露吗？怎么真让他捡到漏，还直接翻了250倍？难怪他买的这么果断，原来早就看穿了。看来是我太年轻，还得多学习呀。我就是个大陆货，顶多值个5块钱。我是康熙洛汉钱，品相一般，价值250。吾乃大明嘉靖通宝折2光贝，历经400余载，品相上佳，价值50万。嘿嘿，我上周刚出炉的，价值20元。乌鸦宝，嘉靖通宝折2，这可是稀罕货啊！50万，在这堆看起来跟废铜没两样的钱堆里，这可是个大漏啊！可不能让老板发现，免得狮子大开口。老板，您这盒子铜钱怎么说？都什么价位的？小兄弟，眼力不错啊！我这可都是些老玩意儿，这里面的东西，懂行的人自然懂，不懂的人看出就是一堆铜疙瘩。怎么样？有看上的？随便看看，感觉挺多的，想了解下大概行情。呵呵，行情？这古玩行情可深了去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这盒子钱不单卖，都是我跑了多少乡下地方，一家家收来的，费老鼻子劲了。你要是真有诚意，整盒端走，给我个吉利数，8万8。这小子一看就是个棒槌，先报个高价吓唬吓唬他，要是真能唬住，那就赚大了。这盒子钱成本撑死也就300块，里面最好的一枚康熙洛汉钱也就值个200-300。8万8，老板，您没开玩笑吧？就这么一堆看起来差不多的铜钱，值这个价？我刚在别处看，乾隆、康熙的也就几块钱一枚啊。小兄弟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地摊货跟地摊货也能不一样。我这里面说不定就藏着什么大珍品呢。玩古玩，玩的就是个缘分，玩的就是个眼力劲儿。你看这铜色，看这包浆，都是多少年的沉淀。老刘又在这儿练嘴皮子呢。你这盒子玩意儿，哄外地游客还行，想卖8万8，做梦吧！去，老张，没看我这儿正有贵客吗？别捣乱。小伙子，别听他忽悠，他这盒子里的东西，我扫了一眼，就没几个像样的，大部分都是清代普品，还有不少是后仿的。你要是真喜欢铜钱，我给你指点指点，去那边老李的摊子看看，人家东西实在。老张，你血口喷人，我老刘做生意讲究的是诚信，我这盒子里绝对有好东西。小兄弟，你别听他的，他就是看我生意好，眼红。有意思，这老板反应挺快，居然懂得利用别人的质疑来反衬自己。不过那个老张说的也没错，
这盒子里除了那枚家镜，其他的确实不值钱。老板，做生意和气生财，这位大哥也是好心提醒。这样吧，8万8确实太高了，我也就是看着多，想买回去慢慢研究，您给个实诚价，合适我就拿走。小兄弟，看你也是个实在人，这样吧，8万8是开玩笑的，主要是图个顺口。你要是真想要，给我6万，这可是底线价了，少1分都不行。6万还是有点高啊，这里面万一真像那位大哥说的没什么好东西，我岂不是亏大了？小伙子，6万肯定亏，他这盒子撑死值500，不能再多了。我这里面有枚顺治贝11两，品相好处呢，还有枚康熙罗汉钱，光这2枚就不止500了。他果然不知道那枚家镜的存在，只拿顺治和康熙说事，很好。他越是强调这些，越说明他不识货。就算6万块买50万也可以了。老板，你说的这2枚我也不是很懂，6万块不是小数目。这样吧，我再看看别家，比较比较。就在贾康转身想走，一个穿着体面、看起来颇有几分学者气质的中年男人突然快步走了过来。老板，你这盒子钱我看看。哎呦，是王教授啊，您今天也来逛，快请看，快请看。东西驳杂的很啊。老刘，你这盒子打算卖多少？王教授，您是行家，我这盒子刚才这位小兄弟出到6万，我还没答应呢。您要是喜欢，您给个价。这又是哪一出？突然冒出个教授，看他的样子不像是托，难道他也看上这盒子里的东西了？6万，老刘，你这就有点不厚道了。这里面我看来看去，也就那几枚金钱还算规整，这个签把快顶天了。这样吧，我给你添点1500，这盒子我收了，回去给学生当标本。1500，王教授，您这可真是，这不是打我脸吗？我收来都不值这个数啊！哈哈，老刘，听见没？王教授才给1500，我看靠谱。是啊，王教授是大学教历史的，他看东西准没错。这王老抠，平时看他挺大方的，今天怎么回事？1500，大发叫花子呢？这不是断我财路吗？不行，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。这小子刚才明明动心了，不能让他跑了。王教授，您真会开玩笑，1500肯定不行。这样吧，看在您的面子上，也看这位小兄弟是真心喜欢，我再让一步，5万，最低5万，谁先给钱就归谁。5万，老刘，你还真敢要？算了，既然你没诚意，那我就不要了。一堆不值钱的东西，犯不着。王教授说完，竟真的转身就走了，一副毫不可惜的样子。这教授放弃的也太快了吧？难道他刚才只是随口问问？不像啊，他眼神明明很专注。不管了，这回该轮到我了吧？老板，1万行不行？行我就要了。小兄弟，1万那可不行，最少4万吧。4万太贵了，我最多出2万。果然这小伙子看上了，还好没有1500卖给教授，机不可失，得多要点。小伙子，3万要就拿走，少1分我都不让了，不要我就收他了。那行吧，全部3万，我要了。好，小兄弟爽快，成交。哇塞，小伙子，你真买啊？3万块啊！王教授都说只值1500。完了，这孩子8成是魔怔了，被老刘忽悠去了。老板，过去了，您查收一下。好了，收到了。小兄弟，合作愉快，下次再来啊。小伙子，你糊涂，3万块钱干点啥不好？买这堆废铜，听哥一句劝，赶紧找老刘退货，兴许还能要回一部分。多谢大哥关心，不过千金难买我喜欢，我觉得挺值，我打算拿去前面找鉴定师傅看看，说不定真有意外之喜呢。还去鉴定，鉴定费都不便宜。小伙子，你这是要把亏本进行到底啊？走，跟着去看看，我倒要看看这3万块钱的宝贝能被专家鉴定出个什么花来。师傅您好，我想请你们这儿的专家帮忙鉴定一下这钱币。大部分是清代普品，损失量都挺大的，没什么特别价值。您这是？刚在后面地摊上买的，想请专家确认一下。他花了3万块买的。3万块，小兄弟，你这可能有点冲动了。这枚嘉靖折2，看出块头挺大，但你看这包浆，火气重，不清爽，像是酸洗做就的，字口也显得软塌，缺乏神韵。我个人看像是现代仿品。看看，我就说吧，小李师傅都说是仿的，小伙子死心了吧？3万块买个教训，年轻人交学费了。师傅，麻烦您再仔细看看，或者请经验更丰富的老师傅给长长眼。我觉得这一枚钱不一般。小兄弟，我在这行也待了好几年了，经手的钱币没有1万也有8000，这种仿嘉靖的工艺品市场上不少见。你要是不信我的判断，那我也没办法。我们老师傅很忙，一般不轻易出手鉴定这种级别的东西。小李话音刚落，一个声音从内堂传来：小李，外面怎么回事？什么东西不一般啊？陈老，是这位小兄弟在地摊花3万块买了一盒子铜钱，非要说里面这枚嘉靖铜宝不一般，我看是现代仿品，他不信。哦，拿来我看看。
陈老小心翼翼地拿起那枚嘉靖通宝，没有急着下结论，而是取出专业的放大镜，仔细观察钱币的边郭、窗口、地章平整度、文字、书法风格、铸造工艺痕迹以及包浆的层次感和过渡。过了足足5分钟，开门，大开门啊！小李，你看走眼了，这是一枚真真正正的大明嘉靖通宝。折二光贝精铸品，而且是难得一见的原生坑传世包浆，品相极佳，稀世珍品，稀世珍品啊！乌鸦报，什么？陈老，您确定精铸的真品？我的天，是真的精铸品，那是什么概念？3万块买到了真宝贝。小友真是英雄出少年，好眼力，了不得！这枚嘉靖通宝折二精铸版，铸造精良，文字俊朗，是嘉靖钱中的佼佼者，存世量极为稀少，品相如此完美的更是凤毛麟角。你是怎么发现它的？在地摊那种鱼龙混杂的地方。陈老，他就是花了3万块，从老刘那儿买了一整盒，这枚就混在里面。我们都说他亏了，没想到3万块捡漏。小友，你这已经不是运气好了，这是眼力通神啊！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是如何从一堆凡品中慧眼识珠，发现这枚珍宝的吗？陈老过奖了，我对古钱币也只是略懂皮毛，当时就是看到这枚钱虽然混在杂钱里，但感觉它的形制特别规整，比旁边的都要厚重一些，而且上面的字体虽然有些模糊，但感觉很有力量，同色也和其他的不同，显得更深沉。直觉告诉我它可能不一般，所以就想买回来请专家看看，没想到真是个宝贝。好一个直觉，好一个感觉。古玩收藏有时候靠的就是这份与众不同的敏锐。小友，这枚嘉靖精铸折二目前的市场行情保守估计至少在这个数。哇塞，5万吗？肯定不是5万，都说了稀世珍品，50万，而且有价无市。若是送去大拍，遇到喜欢的藏家，价格可能更高。50万，我居然看走了眼。小友，这枚钱币对研究明代铸币史有重要价值，我们非常有诚意收藏。如果你愿意割爱，我愿意出价60万。60万比他自己说的50万还高了10万，看来陈老是真的喜欢，而且在这成交也省去了后续很多麻烦。陈老慧眼识珠，晚辈佩服。既然陈老如此有诚意，这枚嘉靖通宝就托付给您了，60万成交。太厉害了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捡大漏吧？3万变60万，翻了20倍。我还说要指点人家，还叫这小兄弟不要买，看来人家指点我差不多。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厉害了吗？帅哥，我5块，我西西买2块5。喂，小子干嘛呢？你别看我是个老旧收音机，但我其实价值3000多万呢。你成千万如你让求之不得。乌鸦报，这收音机怎么回事？明明只是个老旧收音机，却能价值3000多万，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嘿嘿，不管了，先买下来，回去再慢慢研究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老物件老东西样样有讲究。大爷，您这东西挺杂啊。那可不，都是我这些年攒下的宝贝。年轻人有眼光，看上啥了随便问。这个收音机还能用吗？看起来年头不短了。哦，那个老掉牙的玩意儿了，太笨重了，放那儿好几年了，估计不行了。你要是喜欢，给个180块的，拿去当个摆设吧。哼，老家伙懂什么？180块，我肚子里装的东西能买下无数个你这样的摊子。小子，看你有点缘分，别错过了。100块，行吧？我看着挺有年代感的，买回去擦擦干净摆着也不错。哎，这破玩意儿也要？你这爱好挺特别啊，收废品收到这儿来了。呵呵，你不懂，这叫情怀。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这些稀奇古怪的，不过这东西怕是连废品站都不要，100块钱买个灰尘疙瘩。爱要不要100块钱？不能再少了，占了我那么久地方。不识货，快把我带走，这里灰太大了，我的秘密快要憋不住了。行，大爷，100就100，我买了，转过去了。好，赶紧拿走，买定离手，银货两清喽。好的，谢谢大爷。这帅哥花钱买个破烂，还挺高兴。帅哥，你等会儿，你买这破收音机到底图啥？真就为了摆着好看吗？就是觉得挺有意思的，老物件总有点故事嘛。能有啥故事？不就是听听广播，后来被淘汰了呗。我家原来也有一个，早扔了。对啊，帅哥，这东西估计都坏掉了吧？还能听啥？听个寂寞。
谁知道呢？也许里面藏着什么秘密呢？比如说藏宝图，哈哈。藏宝图，小伙子，你小说看多了吧？我这要是有藏宝图，我还能在这儿摆摊，早去挖宝了。就是，别做梦了，顶多里面有几只死蟑螂。咦，这地方有点奇怪。奇怪啥呀？老东西了，磕磕碰碰，掉块漆，裂条缝，不正常吗？对啊，别研究了，赶紧回家扔垃圾桶吧，免得带一身灰。不对，这裂缝边缘太平整了，像是用工具处理过，而且这重量好像不全是电路板那么简单。这老旧收音机本来就笨重，这个估计20多公斤左右，老旧收音机还有30公斤的呢。帅哥，你不会真以为里面有金子吧？要不你当场拆开看看，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。对，拆开看看，拆开看看。喂，虽然卖给你了，但在我摊子这儿拆，影响我做生意，要拆回家拆去。大爷，影响不了，如果拆出好货，说不定还能给你吸引来客呢。您到时候别激动就行，我就是感觉这东西挺有趣。有趣？我看是你想多了，一个破收音机能有趣到哪儿去？难不成还能唱出黄金来？呵呵，也许吧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穿着整洁衬衫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，目光精准地落在了贾抗手中的收音机上。小兄弟，你手里这个是1955年 M57 收音机吧？当年的经典之作。您认识？略有了解，之前收过好几台，挺怀念的。这品相虽然旧了点，但主体还在。小兄弟，你这是刚淘到的吗？刚从这位大爷这儿买的。这收音机多少钱买的？就100块，刚卖给这小伙子的。小兄弟，你看，我挺喜欢这款收音机的，算是一种情怀吧。你刚买，我也不让你吃亏，我出200块，转给我怎么样？不好意思啊，大哥，我买这个也是觉得挺有缘分的，想自己留着玩玩。哎呦，年轻人，200块不少了，转了吧，白减100块钱。就是啊，一个破烂，有人愿意出200，赶紧卖了，傻不傻啊你？200大发叫花子呢？这家伙肯定知道点什么。小子，稳住，别被他骗了。200块是少了点，这样，小兄弟，我真心喜欢500块，你看怎么样？就当交个朋友，500块买个老物件的情怀，对我来说值。大哥，真不好意思啊，我还是想自己留着，钱不钱的无所谓，主要是我也挺喜欢这种老物件的。小兄弟，别急着拒绝啊，你看这东西又旧又破，回去你还得费劲清理，还不一定能修好。这样吧，500块，这是我的诚意了，你拿着钱可以去买个新的蓝牙音箱，不比这个强。500，我没听错吧？这破玩意儿值500。帅哥，快卖了吧！500块啊，你100块钱买的，转手净赚400。就这玩意儿，出500买，我就是10块钱当废品收来的。大哥，您这么高的价格买这个，恐怕不只是为了情怀那么简单吧？小兄弟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千金难买心头好嘛，我就是单纯喜欢。你到底卖不卖？给句痛快话。贾抗用手指沿着缝隙滑动，突然感觉硌到了一个小小的凸起，他用力按了一下，只听咔嗒一声轻响，收音机的后盖竟然松动了，露出了一条缝隙。他小心翼翼地掀开后盖，里面并不是预想中的电路板和喇叭，而是一个被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包。小包的形状不规则，边缘透出金属的光泽。这是什么？小兄弟，别动，这东西可能很危险，老物件里面说不定有什么化学品泄漏，快给我，我帮你处理，我给你1000块，不，5000块，你把它给我。大哥，您这反应也太快了吧！刚才还说是情怀，现在又变成危险品了，还直接出到5000，您觉得我傻吗？呀，里面到底是什么啊？金条吗？看着像，被油布包着，肯定是好东西。帅哥，这绝对是宝贝！我的天哪！我100块钱卖了个宝贝，我真是老糊涂了，早知道我拆开看看了。小兄弟，你别误会，我是担心你，这东西来路不明，万一是赃物或者，总之很麻烦。你卖给我，我来处理后续的事情，5000块钱你拿着，省心。解开油布，露出了里面的东西，不是金条，而是块看起来黑乎乎、毫不起眼的石头，表面有些粗糙，但隐约能看到一些细微的金属光泽。这是什么？石头？切，搞了半天是块破石头，白激动了。就是啊，吓我一跳，还以为是金子呢。哇塞，传说居然是真的！这些年收了那么多个 M57 收音机，里面都没有，没想到在这里。对，就是块破石头，不值钱的。小兄弟，你看，白忙活一场。这样吧，我还是出5000块，你把这收音机连这块石头都给我，就当交个朋友。亚康拿起石头仔细看了看，这颜色，这光泽，这硬度，这好像不是普通的石头。大哥，您见多识广，
您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我怎么知道？就是普通的矿石吧，没什么价值。是吗？我看着怎么有点像狗头金或者某种稀有金属的原矿石。狗头金，真的假的？那可值大钱了。快称称，看看有多重。胡说八道，那就是块破石头。小兄弟，别听他们瞎起哄，我再加点1万块，你把东西给我，别声张了，对你没好处。让我查查看这种特征、颜色、光泽。小兄弟，别查了，我给你5万块现金，现在就给你，你把东西给我，我们私下解决。找到了，这不是普通的石头，也不是狗头金，这是云铁，而且是橄榄云铁的原石。哇塞，云铁，天上掉下来的。就是那个比黄金还贵的石头，我在电视上看过。乌鸦宝，橄榄云铁那不是按克卖的吗？比黄金贵几十倍，甚至上百倍。这块石头得有10公斤了吧？橄榄云铁，尤其是这种品相完好的，市场价肯定不低。小兄弟，我出100万，你把它卖给我，求你了。这东西你拿着烫手，你不懂行，会被人骗的。卖给我最安全。哇塞，100万，我的老天爷啊！乌鸦宝，100万，疯了吧？这块石头值100万，何止100万？橄榄云铁啊，价值难以估量。这帅哥捡到宝了，真正的天降横财。大哥，看来您是真识货，100万就想买走这块罕见的橄榄云铁原石，您这算盘打得也太精了吧？这块东西保守估计市场价值至少在3000万以上，甚至更高。小兄弟，价格好商量，3000万，我出3000万，只求你现在就转给我，我马上转账。大哥，谢谢您的慷慨。不过这块天外来客跟我挺有缘分的，他们能藏在这老收音机里这么多年，最后落到我手里也是一种奇遇。小兄弟，3500万，我最多出到3500万，这是我的全部家当了。我暂时还不打算卖。什么？你不卖？3500万你都不卖？你拿着它有什么用？你不懂切割，不懂打磨，不懂市场，放在你手里就是块破石头。谁说我不懂？也许我正好认识这方面的专家呢，而且我对他们本身的故事更感兴趣。他们来自哪里？经历了什么？这比单纯的金钱更有价值。对，帅哥说的对，这可是天上的宝贝，不能随便卖。太牛了，帅，有魄力，3500万都不动心。这才是真正的玩家，玩的是心跳，玩的是文化。我的宝贝呀，我的云铁，100块钱我就卖了100块钱。哎，太可惜了，枉我得知信息10几年，寻了10几年，终究与这楼无缘啊。各位，不好意思，耽误大家时间了，我先走一步，得找个地方好好研究研究我的石头。啧，真是走了狗屎运了，100块钱变几千万，这就是命啊！谁能想到一个破收音机里藏着这么大的秘密？这小伙子不简单啊，沉得住气，还挺有想法，不是个见钱眼开的主。可不是吗？以后啊，看到老物件可不能小瞧了，说不定哪个里面就藏着宝贝呢。我是现代梳子仿品，做工粗糙，价值2块5。我是玻璃内化景区纪念品水瓶，价值8块8。我是乾隆粘制粉彩西洋人物图鼻烟壶，官窑玉制，稀世珍品，价值500万。我是民国仿前朝的，工艺还行，价值80。反正你是空乌鸦宝，乾隆官窑粉彩鼻烟壶，还是极其少见的西洋人物图，价值500万，在这破地摊上。我的天，这可是天大的漏，绝不能让这个看起来贼精的老板看出端倪，不然他肯定会狮子大开口，得装作不经意，随便看看。老板，我先随便看看。看的都是老玩意儿，有看上的再说。这些鼻烟壶款式挺杂啊，款式看着还行。小伙子有点眼力啊，款式都不错，喜欢吗？喜欢可以谈谈价。贾康刚想动手拿起来看看，哎，这位小哥，看可以，别乱动手，这可都是易碎品，碰坏了你赔不起，除非你真心想买，不然看看就好。老板，你这生意怎么做的？不让上手看看，怎么知道好坏？规矩就是规矩，我这摊上的东西，要么您是行家，一眼定真假，要么您就凭个喜欢，想摸可以先交钱。这小子年纪轻轻，穿着普通，不像是有钱的主，估计就是想摸摸看看，过手瘾。可他偏偏盯着那堆鼻烟壶，难道是看上哪个了？不行，得防着点。贾康假装被老板的态度搞得有些不快，但目光还是在那堆鼻烟壶上打转，尤其是那个粉彩的。老刘将这一切看在眼里。小伙子，我看你对这几个鼻烟壶挺感兴趣，这样吧，我也不跟你费劲了，这5个鼻烟壶，我给你个10成价，5000块，你全拿走，我不单卖。5000，老板，你这也太贵了吧？就这么几个小东西，还要打包卖？嘿，小伙子，这你就不懂了，我这叫一口价，不还价。宝贝打包带回家，这里面可有好东西，就看你有没有缘分了。5000块，
卖不了吃亏，卖不了上当，说不定就捡个大漏呢。上次打包500都没人要，这次本来想包800的，嘿嘿。但这小子对那个粉彩的有点意思，虽然我看着也像个仿品，但做工还行，混上其他几个垃圾货，卖他5000，稳赚不赔。就算那个粉彩的是个200-300的玩意儿，其他几个成本加起来不到100块，这波赚大了。听见没？老刘又用这招垃圾捆绑包了，专门坑不懂行的小年轻。可不是嘛，那几个鼻烟壶一看就是新东西，5000块，真是黑心。5000块，陈老板，这风险也太大了，万一都是不值钱的，我这钱不就打水漂了？您看能不能便宜点，或者让我单挑一个？没得商量，就这价就得打包。小伙子，玩股玩马，玩的就是心跳和眼力，不敢赌就别玩。你要是不要，后面可有人等着呢。行，老板，5000就5000，不过你得保证这里面东西出了问题，我可回来找你。哇塞，小兄弟，别听他的，他这就是坑人。那盒子里的东西加起来都不值500块，5000块买回去，你得亏死。对呀，你看那个粉彩的，颜色那么艳，一看就是新的，还乾隆呢，他蒙水啊！坑人，你们哪里知道，这5000块马上就要变成500万。这老板，这路人都在给我助攻啊！他们越是这么说，老板越觉得这东西普通，我买下来才越顺利。放心，我老刘在这摆摊也不是1天2天了，东西你自个儿看好的，买定离手，银货两清，概不退换，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。就在贾康掏出手机准备付款的时候，一个穿着讲究、看起来颇有几分学者气派的中年男人突然出现。哟，老刘，今天生意不错啊，这么热闹，卖什么好东西呢？哎呀，王老板，您怎么有空来逛地摊了？没什么好东西，就是这位小兄弟看上我这5个鼻烟壶，正要买呢。这个粉彩的画的是西洋人物，有点意思。王老板直接拿起来看得非常仔细，甚至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放大镜看了看。老刘，你这可不地道，拿这种清末民初仿乾隆粉彩的东西来糊弄年轻人。这画工虽然还行，但釉光太亮，火气重，底款也软，明显是后仿的。小兄弟，你出多少钱买这5个鼻烟壶？这人有点眼力，但还是看错了。他是真没看出来，还是有啥目的？王老板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我这都是收上来的老物件。这位小哥出5000买这一堆，小兄弟，你这眼力可得练练啊。这样吧，老刘，我看这小兄弟也是善良，你这堆东西里也就这个粉彩的稍微能看看，我给你出6000。这5个鼻烟壶，我替这位小兄弟收了，也算帮你解个围，省得你坑人名声不好。不要报！刚才还说是仿品，转眼就加价到6000。王老板，这位小哥已经说要了啊，凡事得讲个先来后到吧。这是想截活，还是想抬价试探我？没错，我已经跟刘老板说好了，5000块，这5个鼻烟壶我要了。老板，我现在就付钱。小兄弟，你确定？我可是行家，告诉你这东西不值，你还非要买。我是有个朋友玩这些，人家有钱不在乎，年轻人别冲动。这样，我加到8000，怎么样？给我个面子。8000，王老板真是爽快。不行，凡事讲究诚信，说好5000就是5000，老板怎么说？哇塞，这老板真不厚道，这是要卖8000的吗？看不懂，看不懂，难道这些鼻烟壶里真有宝贝？小兄弟，这你不是还没付钱吗？有意思，看来小兄弟是认定这5个鼻烟壶里有宝贝了。好，我也不夺人所好，但既然你也觉得值，那咱们就按规矩来，价高者的我出1万。这是老板的托，还是看上这鼻烟壶了，现在也没办法，只能想办法拿下了。1万，行啊，那我出15000。15000，好，还有没有加价的？年轻人火气不小，2万、3万、4万。依我判断，这鼻烟壶顶多就5、6万，超过这个价就不值得了。不要报！这2个人疯了，为了一堆破烂玩意儿争得面红耳赤。哇塞，发了！这5个鼻烟壶成本不到300，竟然叫到4万了，管他谁买，我今天赚翻了。我出5万。5万，那这个还有啥可图的？不过这小子太气人了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我买不成，也得坑你一把。6万，小兄弟，这是我最后的价，你要是再高，可别后悔。6万，离500万还差得远呢。不过也不能抬太高，动静太大了，而且可能引起这王老板更深的怀疑。见好就收，先把东西拿到手再说。6万就是你最后底价了，再翻几倍我都不会让给你。今天我势在必得，我出8万。那可是你自己说的，再翻几倍都要拿下，那可就不要怪我故意抬价了。我出10万。不要报！这不会是王老板请来的托儿吧？谁知道呢？看起来不像假的。如果是托，这演技不得了。王老板果然财大气粗，
10万块买这5个鼻烟壶，佩服啊！既然王老板这么喜欢，要不我就君子不夺人所好啊，这宝贝就让给您了，好吧？你说什么？你不要了，让给我。对啊，您都出到10万了，我哪有你有实力？你小子，你耍我！你刚才不是志在必得吗？我就是觉得好玩，跟着喊价嘛。古玩市场不都这样，价高者得。您出到10万，没人跟了，自然就是您的了。我那是跟你竞价，你不买了，我凭什么买？老刘，这生意我不做了。王老板说完，竟是甩手就要走。王老板，你这就走了，不卖出什么价？小兄弟，那就给你吧。你刚才叫到8万了，那就卖你8万吧。老板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刚才王老板出价更高，按规矩是他的了，现在他不要了，你怎么能赖上我呢？再说了，你们这价格一会儿5000，一会儿10万的，谁知道是不是合起伙来坑人？就是啊，我们都看着呢，是那个王老板最后喊的10万。老板，你不能看人家年轻就欺负人啊！行，算我倒霉。小兄弟，咱们回到最初，5000块，你拿走，就当交个朋友。5000，不了，刚才被你们这么一搅和，我现在觉得这东西可能真不值。这样吧，老板，这5个鼻烟壶也是杂七杂八，我给你出个整数，1000块。你要是卖，我现在就拿走；不卖，我就走了。1000，刚才可是叫到10万啊，现在只给1000。但这小子看样子是铁了心不卖了。王老板也跑了，围观的人都看着，总比1分钱赚不到强。1000也能赚600、700。行，算你狠，1000就1000，拿走，赶紧走。好嘞，老板，钱货两清。贾康拿起5个鼻烟壶，转身就走。这小子花1000块买的堆破烂，还乐呵呵的，估计是觉得从5000砍到1000，占了便宜吧？傻小子一个，咱们跟上去看看。他好像往聚宝阁方向去了。嘿，这王老板什么玩意儿？搅我好事！本来谈好5000，结果只卖了1000，也是怪自己贪心，听到8000就拒绝5000的。哎，晚上又要睡不着了。贾康来一家古董店，您好，麻烦帮我看看这个鼻烟壶。你这是哪儿淘来的？地摊上买的吧？小兄弟，你这东西不行啊！哦，怎么说？你看这颜色太艳了，贼光刺眼，是现代化学彩，画工也太曲解，西洋人物画的跟年画娃娃似的，一点神韵都没有，典型的现代仿品。地摊上这种东西多的是，也就值个100-10块钱，当个工艺品摆着玩吧。是啊，这颜色一看就不对，闹东西的才没这么俗气的。小伙子，下次买东西可得看仔细点，这1000块估计是打水漂了。这位师傅啊，您再仔细看看，我觉得这釉彩和画工不像是现代的东西，特别是这个西洋人物的描绘，还有这个珐琅彩的感觉。我说你这小伙子怎么回事？都告诉你儿是仿品，还不信？我在这聚宝阁干了5年了，过得手的东西没有1万也有8000，这点眼力还是有的。你要是不信我，那你去找我们老师傅。不过老师傅可忙，没空看这种一眼假的东西。我还是想请老师傅给看看，麻烦您了。鉴定费我照付。行，你自己说的，我们老师傅出手，鉴定费可是5000，要是鉴定出来是假的，你可别嫌贵。没问题。小刘，什么事啊？大惊小怪的，说是有人拿了个地摊货，非要我长眼。陈老就是这位小哥，不听劝，非说他这仿品是什么好东西。陈老接过鼻烟壶，当他把鼻烟壶凑到眼前，仔细观察时，脸色慢慢变了，他看得越来越慢，越来越仔细。开门，大开门啊！陈老，您说什么？开门？这不是仿？仿什么仿？你小子眼睛长哪去了？这等润泽的釉光，这等精妙的画工，这珐琅彩的发色，尤其是这西洋人物的神态衣饰，一丝不苟，栩栩如生，是标准的官窑款制。这是真真正正的乾隆官窑玉制粉彩鼻烟壶，而且还是极其少见的西洋人物题材，稀罕得很啊！这位小友好眼力，真是英雄出少年啊！这等重器，你真是地摊捡漏的。我要不真的是乾隆官窑，我的天！哇塞，刚才我还说是假的，这得值多少钱啊？陈老，我走眼了。陈老谬赞了，就是运气好，在地摊上偶然碰见他，当时看着觉得这个画工和彩头跟旁边的东西不太一样，就赌了一把，花了1000块钱买下了它。1000块捡到如此国宝级的重器，小友，你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捡漏了，这简直是天降鸿福啊！这件乾隆官窑粉彩西洋人物图鼻烟壶，品相如此完美，画工如此精湛，题材又如此稀有，其价值不可估量。5年前拍过一件类似的，但品相和画工都不及你这件，成交价就高达380万。你这件目前的市场价值至少在500万以上，如果遇到极其钟爱的藏家，价格甚至可能更高。我要不500万，我没听错吧？哇塞，这小伙子太厉害了，这眼力神了！小友，
不瞒你说，老朽对此物也是喜爱至极，不知小友是否有意出让？我们聚宝阁愿以市场最高价收藏，我个人给你出520万，你看如何？这是我们最大的诚意了。陈老是行家，您给的价钱自然公道。既然您这么喜欢，那这件鼻烟壶就转给聚宝阁了。这年轻人真厉害，知识渊博，眼光敏锐，能识好货。谁说不是呢？咱们都得好好沉淀沉淀。俺是一只名副其实的铁公鸡，锈的都快掉渣了，价值5块。我是只铁狮子，价值2块5。别看我锈迹斑斑，可知我铁包街内含10斤黄金，价值300万。我是真铁猫，价值15。丢啊丢啊丢手绢儿。乌鸦豹，竟然有一只铁包金的猫！哇塞，这可是实实在在的漏啊！不看历史价值都得值300万。这老板看着就精明，得赶紧拿下。老板，生意怎么样啊？你这摊上的东西都挺有特色的，这对铁猫是做什么用的？哟，小兄弟有眼光啊！这可不是一般的铁猫，这是老早以前大户人家放在门口或者屋里镇宅的，懂行的人都喜欢请一只。你看这皮壳、这袖子都是自然形成的，没一个180年下不来。镇宅是吗？可这做工看着有点糙啊，不像大户人家的东西。您这打算怎么卖啊？小兄弟，一看你就是个爽快人，我跟你说实话，这东西我收来也不便宜，跑了好几个乡下才淘换到的。你要是真心喜欢，诚心要，给个吉利数，80万，80万块你一对都拿走，就当咱们交个朋友，结个善缘。嘿嘿，这小子嫩得很，估计是刚入行或者就是瞎逛的。这对破铁猫是我30块钱从收废品的车上顺手拿的，放这儿半天没人问，先报个高价试试水，看他怎么接招，就算他还价也能多赚一笔。80万，老板，您这玩笑开大了，就这么个铁疙瘩锈成这样了，您要80万？我刚刚在前面看到类似的，人家才要几十块钱啊，您这价格也太离谱了吧？小兄弟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古玩行1分钱1分货，有时候也看缘分。几十块那是现代工艺品，能跟我这老东西比吗？我这叫老仿老，自带沧桑感。80万块买的是个历史，买的是个故事。你要是不懂，就别瞎还价，耽误我做生意。哇塞，这铁猫一对80万，黄金做的吗？是啊，这老板真敢要，80我都嫌多。小兄弟，你看，懂行的人自然有看法，但这东西的价值有时候真是说不准。玩古玩，玩的就是心跳，玩的就是个万一。老板，您也别说那些虚的了，80万实在太高。这对铁猫我也是看着它造型还行，想买回去摆着玩，您给个实诚价，合适我就一对都拿走。行，看小兄弟是真心喜欢，刚刚跟你开玩笑的，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。一对75万，这真是我的底线了，不能再少了，这可是传代的东西。乌鸦宝，75万买块铁疙瘩，现在的年轻人啧。老刘鱼有钩，该你表演了。马上到。哎呦，老王，你这对铁猫可以啊，看着挺有年头的。是啊，这位小兄弟看上了，我正跟他谈呢。小兄弟，这猫看着不错，秀色自然，压手感强，是个老物件，你让给我怎么样？800块买个教训，值了。师傅，麻烦您再仔细看看，能不能用仪器检测一下它的内部？我总感觉它的重量和密度不太对劲，比一般的铁器要重很多。先生，相信我的专业判断，这肯定是实心铸铁，没必要动用精密仪器。我们仪器使用是有成本的。小王，怎么了？什么东西重量不对劲？陈老，是这位先生在地摊花800块收了个铁猫，非说重量不对，想用仪器测内部，我看就是个民国仿品。哇塞，这不是古运斋的定海神针，首席鉴定大师陈老吗？不，拿来我看看。陈老接过铁猫，没有急于下结论，而是反复掂量，眉头紧锁。他仔细观察铁猫爪子缝隙和底部锈蚀剥落处，又用指关节轻轻叩击猫身不同部位，侧耳倾听。这重量，这声音，不对，完全不对，这不是普通铸铁该有的密度和声音。小王，立刻让老师傅照射一下内部结构，另外用成分分析仪检测一下成分。乌鸦宝，陈老竟然真让检测，难道这铁毛内有乾坤？过了半个小时，陈老惊讶地看着铁毛和报告，果然如此。天哪，竟然是铁包金，外面是铸铁伪装，里面是纯度99%的黄金。这个纯度在晚清甚至民国就是顶尖，重量至少10斤，这是失传已久的藏金秘法，稀世奇珍，稀世奇珍了。乌鸦宝，这铁猫里面竟然全是黄金。铁包金怎么会？我怎么一点都没看出来？
我这几十年的眼力。我的天，800块买了个金疙瘩，里面全是金子，10斤黄金，那得多少钱啊？小友，真是英雄出少年，神眼，这绝对是神眼啊！这尊铁胎藏金镇宅猫，根据其铸造风格和藏金手法判断，极有可能是晚清或者民国时期，富贵人家为躲避战乱或抄家，将大量黄金熔铸后用铁水包裹伪装而成。这手艺，这心思，简直绝了！10斤黄金，按照现在的金价，价值300多万。300多万，套路这小伙购买的，老王要是知道，估计得当场哭晕过去。这可不是嘛，明明是套路，居然有10斤黄金。先生，对不起，是我学艺不精，差点让宝物蒙尘。古玩界本就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打眼是常事。小友，能否告知你是如何从一个毫不起眼的地摊上识破这惊天秘密的？你这眼力实在是匪夷所思。陈老谬赞了，晚辈也是凭一点感觉和运气，当时在地摊上，就是觉得这铁猫比看着的要沉得多，不成比例。而且我家里以前养过猫，对猫的形态比较熟悉，感觉这只猫的重心分布有点奇怪，加上底部边缘有一小块地方的锈色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，隐约有点泛黄，就想着800块钱也不多，万一真是个有点年头的老铁器呢，就买回来请专家看看。没想到竟然是这样的宝贝，纯属侥幸。感觉侥幸，这已经不是运气了，这是天赋异禀，是与宝物的心灵感应啊！你这是捡到宝藏了，小友。此物不仅自身价值巨大，其承载的历史信息和独特的藏金工艺更是弥足珍贵，对研究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和铸造技术有极高价值。我们古运斋非常有诚意收藏此宝，若你愿意割爱，我代表古运斋愿出价380万收购。陈老慧眼识珠，晚辈深感佩服，能入藏古运斋，接受专业的保护和研究，也是这只金猫最好的归宿。380万，晚辈愿意割爱，成交。380万啊，这比黄金本身的价值还要高。高出黄金本身的价值，是对这件奇物的历史文化价值的认可。这小伙真是了不得，看来咱们还得沉淀沉淀。我是水泥做的，在这装古董。嘿嘿，我肚子里有货，藏有孙中山向民国18年地球版1元样币，价值300万起步。我妈，正经清代老货，踏踏实实做个石臼，挺好。乌鸦宝，这石臼里面居然有一枚孙中山向民国18年地球版1元样币，这可是稀罕物啊！老板，这些石臼咋卖？看着挺有年头啊。小兄弟好眼力，这可是乡下老宅扒出来的正经玩意儿，捣蒜、冲药或者摆院里镇宅都行，一个6000，我从村里扛回来，油钱都不少。6000，老板，这就是个石头坑啊，便宜点。对，看你顺眼，5000不能再少了。这年轻人一看就不差钱，这些石臼收来就10块钱，今天这单成了，晚上就可以加餐了。乌鸦宝，这老王真敢要啊！几十块钱的石臼卖5000，这年轻人不会真要吧？看他还在那犹豫。行吧，老板我要了。行，小伙子爽快，要哪个自己随便挑，我这些都是老货，挑好后就不能再反悔了。好的，我就要这个。没问题，石臼拿走，2000了，欢迎下次再来。哇塞，这年轻人不会以为这是什么稀罕物吧？花了5000买个石臼，你看摊主高兴坏了，一看就是个破石头，能是啥稀罕物啊？你们懂什么？如果是石臼那当然不值，但是这里面可是藏着300万呢。哟，甲亢兄弟又淘到什么宝贝了吗？陈老，您看看这个，这宝贝疙瘩您打哪儿淘换来的？快给老朽说道说道。不瞒您说，就在旧货市场花5000买了个旧石臼，打算回去种葱，不小心摔了一下，这家伙就从石缝里掉出来了，差点当垃圾给扔了。种葱，石臼里掉出个几百万，甲亢兄弟真是谦虚，谁能5000买个石臼啊？你这眼力实在是令人佩服。不瞒您说，老朽对这枚币王也是垂涎3尺。我们古运斋愿意出600个收藏此币，您看如何？可以的，就按陈老说的。哇塞，太羡慕这兄弟的运气了。这石臼我家好像也有一个，晚上回去的好好研究研究。我就是个小铁夫，顶多值个5块钱。我是民国仿宣德炉，同心合金，价值300。我是见普通僧人就袈裟，夹层里藏着宝贝，价值1个亿，不买你会后悔的。5亿我想要出去玩。乌鸦宝，哇塞，这破袈裟里面有宝贝，听这口气不像是小东西，价值1个亿，到底是个什么宝贝？这老板看着一脸精明相，可别被他看出来，得稳住，探虚实。老板，
这些宝贝我看看。哎，小兄弟随便看，随便看，都是些老物件，家传的、乡下收的都有。这小铁佛多少钱？那个20，市价小100件。老板，这件是袈裟，怎么看着这么破旧？这也是您收来的？你说这个，小兄弟，你可真有眼光，这可不是一般的袈裟。哦，怎么说？看着就是件旧僧袍嘛，都掉色了，还有破洞。小兄弟，这你就看走眼了。这件袈裟看着旧，但料子是好料子。更重要的是，你闻闻这上面的味道，是不是有股淡淡的檀香味？这是常年在古刹经堂里供奉，被香火熏陶出来的。而且，我跟你说个秘密，收来的时候送东西那老乡悄悄告诉我，这可能是某位得道高僧的贴身之物，有额外价值的。老板，您这就有点玄乎了吧？还额外加持？小兄弟，信不信由你。这东西看缘分。你看这颜色，虽然旧，但隐隐透着一股紫红，这是过去地位很高的僧侣才能用的颜色。这磨损，这包浆，没个180年下不来，这肯定是件宝贝。听着是挺玄乎，那您打算怎么卖啊？小兄弟，看你是有缘人，我也不跟你绕弯子。200万，这可是宝贝，请回去那是福气。嘿嘿，这小子看着愣头愣脑的，估计兜里有点闲钱，又想捡漏。我这袈裟20块钱收来的破布，连擦脚都嫌硬，先报个天价吓唬他，把他撒晕。万一他真是个不懂行的冤大头呢？就算砍价，砍掉个零头我也发了。这叫3年不开张，开张吃3年。物价报多少？200万。老板，您没开玩笑吧？就这件破旧袈裟太离谱了，这都够买套房子了。物价报，这破旧袈裟200万，真敢要啊？是啊，太离谱了，送给我当抹布我都不要。小兄弟，话不能这么说，200万买的是什么？买的是平安，是历史。你拿房子比，房子能给你带来高僧的庇佑吗？我跟你说，这东西懂的人自然懂它的价值，你要是不懂，就别瞎掺和，看看别的。老刘来火了，快来加把火。马上到。哎呦，小兄弟，那么巧，看上什么了？哟，这不是神助攻老刘吗？哎呀，老刘，您怎么有空来我这小摊转悠？这位小兄弟看上我这件宝贝袈裟了。这小兄弟就是个神瓜，上次竟然花800买了只铁猫，真是人傻钱多。不过不知道为什么，老王卖完铁猫就对我大发脾气，说不跟我合作了，害得我只能过来找老郭合作。没想到又遇上这金主了，这次得好好表现，狠狠搞一笔。这料子非棉非麻，褪色也自然的很，火气一点没有，包浆醇厚。老郭，你这从哪儿淘来的好东西？这味道正宗的千年崖柏熏过的，少见，太少见了。嘿嘿，老刘您是行家，一眼就看出门道了。演真能演，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千年崖柏熏过的，真能编啊！这破袈裟听老郭说是20收到的，这次要狠狠报个价。老郭，这袈裟小兄弟不要就给我吧，我真好想收藏一件。我给你一个超乎这个袈裟价值的价钱。老刘，这可能不太好，毕竟人家小兄弟先来的，得先问问这小兄弟要不要。老刘，您真是会演，听您这么一说，这袈裟好像确实不一般。你想要出什么价？自然是一个超乎这个袈裟价值的价钱。小兄弟，最后给你个机会，如果你还想要，就优先给你。老刘可是个行家，他知道这袈裟的价值，你不要我就卖给老刘了。是啊，看小兄弟犹豫，还是直接给我吧，我出2000，怎么样？我够意思吧？物价报。老刘，你刚才说多少？2000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怎么了？有必要那么惊讶吗？不就是给你翻个100倍吗？我的天，这托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？神助攻啊，直接把成本价都说出来了，机会来了。2000已经翻100倍，老刘你果然是行家，原来这袈裟成本就20啊！老刘，你是来捣乱的是吧？我报200万，你把成本加20都说出来了。哇塞，成本真20啊！刚刚还报要200万，太搞笑了！这托儿是被小兄弟收买了吧？老板，您这跟老刘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这样做生意可不厚道。玩套路搞欺诈，我可要找这街道的管理员了。别，小兄弟，我刚刚都是在跟你开玩笑的。虽然我成本20，但我不也得赚钱吃饭？居然你看上这袈裟了，你给个价，只要不让我亏，你就拿走。你20的成本，我给你100，行吧？100，小兄弟，你这比老刘还狠啊！老板，做生意讲究诚信，您做买卖还请托，谁还敢谢啊？100块，您就说行不行吧？不行，我走了。100赚80也是赚，总比砸手里强。
想，今天这点事丢尽了，都怪老刘这个人才。行行行，100就100。今天出门没看黄历，小兄弟拿走，赶紧拿走，钱货两清。好嘞，老板爽快，100过去了。不要报，200万的宝贝最后100块成交了，这老板和兔儿眼砸了吧？太逗了！就算是100块，买这么件破袈裟也亏了吧？看着跟垃圾堆里捡来的似的。贾康找了个地方，取出了夹层的宝贝。不要报，这是乾隆御用缂丝陀螺精贝，工艺精湛，品相完整，这可是价值连城啊！哟，贾康兄弟又淘到什么宝贝了吗？陈老，您看看这个。哇塞！缂丝金线、正黄缎、陀螺泥经纹、佛宝纹饰，清代宫廷御用陀螺金贝。看这规制和工艺，绝对是乾隆盛世时期的巅峰之作。小友，这件陀螺金贝意义重大，非常有研究价值，不知小友能否个爱？我代表古运斋郑重出价1.3个亿，希望能收藏此宝。陈老慧眼如炬，晚辈万分敬佩，能入藏古运斋，接受最好的保护与研究，是他最好的归宿。1.3个亿，晚辈愿意割爱。哇塞，真是自愧不如啊！这小兄弟实在是太厉害。我是4眼顺治通宝，价值10块。我是4眼康熙乐汉剑，价值50。我乃4眼大气通宝，4眼是因孩童用作剑子钻孔，价值上亿。我是一个普通的石墩子，不拿下你会后悔的。来来来，一起吃火锅啦！不要报！哇塞，4眼大气通宝，价值上亿。北齐的钱币本就罕见，大气通宝更是凤毛麟角，这简直是逆天的稀罕物啊！不过这个普通的石墩子是怎么回事？和路边的有啥不一样吗？不拿下我就会后悔。老板，您这摊上的古钱币不少啊，不过怎么都是有孔的？哟，小兄弟，我这摊上的东西，别看不起眼，那可都是有点来头的老物件，不少都是祖上传下来的，还有些是下乡收来的，保真。您要是喜欢，随便挑，价格好商量。是吗？这些孔洞都是自带的吗？嘿嘿，又来个嫩戳，估计是个愣头青。这堆破铜烂铁是我前2天在乡下花50块钱打包收的，放这儿好几天了，问的人都少。待会儿随便吹嘘几句，打包报个高价，能宰一个是一个。老板，这个康熙罗汉钱大概什么价位啊？小兄弟，我这些古铜钱不单出，你要就打包带走，里面有些品相好的也不多见。小兄弟，你要是喜欢，给你个实在价，300万，连这个石墩子都送给你了。300万，老板，您这我在别处看，类似的也就几块10几块。小兄弟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古玩这行水深着呢，几块钱那是大陆货，我这可是精挑细选的。你看这包浆，这锈色多自然，300万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这老板出古铜钱还送石墩子，真是服了。不过这石墩子不拿下会后悔的。这石墩子到底是啥宝贝？就算300万拿下4眼大旗和石墩子，那也不亏。老板，你这送的石墩子是有啥说法？这不就是普通的石墩子吗？这个石墩子啊，放了好多年了，我拿来压摊的。如果你打包，我就送你了。我准备去吃饭了，就不带着了。说不定这石墩子也是个宝贝呢。贾康哥，我也肚子饿了。这些破损的古铜钱和石墩子要300万，别被骗了。等下吃火锅都没钱了。我知道你急，但是你先别急。300万，嘿嘿，这小子要是真买了，我这50块的成本可就翻了6万倍了。就算他还价，砍掉1半我也赚翻了。看他这犹豫的样子，有戏。老刘生瓜登门，角儿半场亮了，请你涮盘儿。好嘞，马上到。哇塞！怎么又是这位小兄弟？每次遇到这位小兄弟都会丢饭碗，这次价格不能报太低了，得先问清楚了再说。哎呦，小兄弟，怎么又那么巧？这次我是真来看货的，你信吗？我信，你可是位好人啊，看见你我就高兴。那就好。老王，这些古钱币怎么出啊？吆喝，这老刘变聪明了，还知道先问价了。全部打包300万，包括这个石墩子。不要报！这些古钱币不是老王50收的吗？还有这个没用的石墩子，这就300万了，完全想不到。还好先问清楚，不然又得搞砸了。老刘，如果你想要，得先问问小兄弟要不要，毕竟要遵守先来后到的规矩。小兄弟，300万能不能拿下？拿不下就让给我吧，别占空了。只要东西值得，1000万都没问题。那就行，果然是个金主。看小兄弟犹犹豫豫，还是让给我吧，我出350万。你看老刘就是识货，小兄弟不好意思了，刚刚300万你不要，现在老刘出到350万了。这老刘演技进步了，就算抬价老刘也买不了，等会看看你怎么收场。我出400万！哇塞，贾康哥你疯了，别被他们套路了。不要报！这几个破铜钱和石墩子400万，是啊，太离谱了，这明显是个局，这小兄弟还往里钻。哈哈，老刘干得漂亮，400万可以了。
这小兄弟还是太嫩了，只要我稍微出手就乖乖入局。刚刚小兄弟说只要只得1000万都没问题，居然能出400万，看来是看上了，那多个100-200万应该都不是问题了。我再出最后一手，嘿嘿，这次要发达了，我出450万。哇塞，老刘疯了吗？不收手还出价？刘老板大气，450万让给你了。不行，你怎么能不出价？我出450，你要出500啊？这是什么道理？我为什么一定要出价？你最后出价450万，赶紧付钱吧。付钱？不，我没钱，我不要。你付不起，不要了。你是不是故意抬价的？和老王联合做局，我要让管理员把你抓起来。小兄弟，对不起，不要抓我，我上有80岁老母，下有3、4的女儿，求求你放过我。都怪老王，50块的成本要卖你300万。老刘你真是个瓜，400万不收手，现在还怪我。哇塞，这真是个局啊！成本50，差点卖出400万，太逗了！这老板和徒儿爷咋了？相互责怪。老板，现在怎么说？你这做生意不厚道。小兄弟，这些都是误会，刚刚都是开玩笑的。我这成本是50，但是里面真有品相不错的，价值起码好几百呢。我也要养家，你和这个石墩子一起打包，1000块拿走，行吧？你这搞得我都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你了。我出500可以，我就拿下。才500啊！老王，可以了，500也翻了10倍了。这老刘真是个活宝，刚刚400万不可以，现在500就可以，真是被你气不活了。哎，500也赚450，总比不赚好。行吧，500赶紧的，钱货两清。好嘞，转过去了。这场戏真精彩，这托儿太贪心了，400万不知足，最终卖500，哈哈。500，老板也赚，这些东西都不值钱。还有那个石墩子，不知道买来干嘛。哟，甲亢这石墩子怎么回事？陈老，你先看看这枚4眼大旗。4眼大旗通宝，天哪！有生之年竟能看到，连博物馆都未能寻获的绝世孤品。小王，快把库房里那张最清晰的4眼大旗通宝拓印拿来。好的，陈老。陈老把4眼大旗与4眼大旗通宝拓印进行了仔仔细细的比对。这张拓印可是花了重金收来的，拓印都那么贵，这要是真品那还得了？开门，太开门了，都对上了，真品无疑呀！乌鸦宝真的对上了，是真品。此等重宝流落于外，终究令人不安。它最好的归宿是进入收藏机构或者博物馆，得到最妥善的保管和研究。恳请小友能够考虑将其转让，我们古运斋愿意倾尽全力给出一个匹配它价值的价位。陈老言之有理，让重宝得到最好的保护，也是我辈的责任，晚辈愿意割爱。好，小友高义，那我古运斋愿出价1.5亿，收购此枚4眼大旗通宝，并且我们会将此次发现和您的义举详细记录在案，载入古运斋的史册。1.5亿，甲亢哥真的太厉害了，500换1.5亿，我做梦都不敢这样想。陈老和古运斋的诚意，晚辈感受到了。1.5亿，这个价格非常公道，能让这枚孤品入藏古运斋，接受专业的保护和研究，是他的荣幸，也是我的心愿，晚辈同意。甲亢小友，这石墩子我看起来很普通，你怎么带着它？陈老，这石墩子先保密，下次再告诉你。我得先跟我朋友去吃饭了。甲亢果然名不虚传，太专业了，眼光独到，看来我要向甲亢好好学习学习。想我，我是帝王绿翡翠，价值1000万。溜啊溜啊丢手绢。乌鸦宝，没想到刚来到翡翠市场，就遇到了价值1000万的帝王绿翡翠，真不愧是翡翠之乡。老板，你这块石料多少钱？哎呦，帅哥，你眼光真好，这块石料200万，老厂口料子。哇塞，老板，你这块石料的外在表现这么普通，还要200万，这风险也太大了。是啊，老板，这料子价格太高了，便宜点。得嘞，看你是懂行的，150万拿走，这料子种老肉细，说不定能出高货。行，老板，我要了。失策，没想到这150万的石料，他眼都不眨就拿下，早知道多报10万了。甲亢哥，咱们上次买的这个石墩子到底要干啥？别小看我里面可是藏有一枚玉玺，价值上亿。乌鸦宝，原来这个石墩子里面有一枚玉玺，价值上亿，到底是什么玉玺呢？怪不得上一集说不拿下会后悔的，如果错过上亿的玉玺，谁能不后悔呢？甲亢哥，我也挑了一块，老板开价100万，你看这芒带还有这松花表现多好。如烟，你看这块有明显的大柳裂，而且皮壳上的翻砂不均匀，雾层也断断续续，看时不能只看表面，还要考虑变种、棉絮分布这些因素。这你就不懂了，虽有裂，但我用强光手电筒照过，里面藏着淡淡的绿色，这叫绿髓黑枣，说不定能出高色。你只看到表面绿雾，却忽略了内部棉絮分布，这料子的敞口偏心，看时风险多着呢。变种
裂纹都是坑，听我劝，换一块吧。哼，你挑的就是宝贝，我选的就是废石，我偏要赌一把，说不定能赌个满绿。老板，这块石料100万，我要了。哇塞，今天撞大运了，碰上不砍价的冤大头。如烟还是太冲动，一刀穷，一刀富，一刀劈麻布，这看石的残酷，他得亲自尝尝才会长记性。如烟，既然这么有信心，现在就去解石，一决高下。就去，让你见识见识我的眼光。两人快步来到解石间，此时一个年轻小伙垂头丧气的刚解完石头。完了完了，今天又全解垮了，回家怎么跟老婆孩子交代？全是砖头料，一点种水都没有。这小兄弟运气也太差了，连续几10块料子都切垮，太惨了。敞口没选对，皮壳表现都是假象。看石本就如此，光有眼力还不够，运气也占大半。神仙难断寸玉，这行水太深了。如烟看着这一幕，紧张的手心冒汗，气氛瞬间凝重。如烟，你那股自信呢？你这块石头多半要垮，现在认怂还来得及。看着皮壳的表现，十有8九得垮。少看不起人，师傅，帮我解这块石料，我就不信它不出绿。好嘞，老板，解石费5000，不管结果如何。别说5000，要是切掌，给你个大红包。我这料子肯定是龙到处有水。老板，切垮了，里面全是灰棉，一点绿都没，这就是典型的见绿跑。怎么可能？我打灯明明看到绿。哎，甲亢哥，早该听你的，原来都是绿膏皮。看时输赢常事，就当交学费了。你这块的钱我给你出，看我这块怎么逆袭。我这料子的敞口正，皮壳紧实，看的就是个内化。嘿嘿，好，那可是你自己说的。师傅，接着解，这块石料和石墩子都帮我解开。这石墩子解的时候小心些，从边缘开始慢慢解。老板，你这样细节可得加钱哦，2块2万，你看行不行？可以，没问题，你慢慢解就行。这小子哪来的自信？看着也不像好料，多半也是垮。不过给了2万，我就好好给你解。哇塞，涨了！帝王绿，中水顶尖，帅哥，你这运气绝了，总算是回本了。这可是帝王绿，得值多少钱？甲亢哥，别忘了我的100万。放心，这块料子不仅能回本，还能赚的。我知道你们急，但是你们都先别急，我把这个石墩子也解了。哇塞，这是什么？玉玺吗？小兄弟，玉玺我不懂，这帝王绿500万卖给我。600万，我出600万。800万，这块我势在必得。这可是极品帝王绿，多少年才出1块，被这小子撞上了，我出2000万。4000万，我出4000万，谁都别跟我抢。6000万，我势在必得，还有更高的就给你们。你们这点诚意也想拿走？甲亢小友，我出9000万。还是陈老痛快，成交。我要报150万，翻到9000万。甲亢哥，你这眼力和魄力，我是彻底服了。对了，陈老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有场古玩拍卖会在这边，刚好路过这里。这块玉玺是哪里来的？刚石墩子解出来的。我这几10年的解石技术还可以吧？完整无缺。甲亢小友，我就说你上次来店里怎么带了个石墩子？原来藏有重宝啊，能给我看看吗？陈老接过玉玺，仔细地观察了起来。这是真玉玺，是清朝时期乾隆的白玉蛟龙纽基恩堂玉玺。哇塞，真玉玺，乾隆的。这个玉玺是什么玉玺？是代表至高无上权力的玉玺吗？那倒不是，这是乾隆为了纪念与康熙祖孙之间深厚情谊打造的玉玺。据说这玉玺已经失传了的，只是没想到竟然会出现在这里。更巧的还是被甲亢小友买到了。哪怕只是观赏性的玉玺，那也是价值连城啊。之前就曾拍卖过一件乾隆的蛟龙纽白玉玺，当时的价格在1亿多，现在都过去这么久了，加上这玉玺更稀罕，所以至少价值1.8亿。这人运气这么好的吗？刚开出帝王绿，又在一颗破石墩子竟然开出1.8亿的东西。那可不是，这可是国宝玉玺啊，而且是至少1.8亿，价值可能更高。这不就是路边的石墩子吗？我记得我家楼下就有，我现在就马上回去开。甲亢小友，这玉玺我也一起收了，就1.8亿怎么样？可以的。要是这玉玺上拍卖行了，没有个2亿多是下不来的，空间巨大。现在只要1.8亿，这样说来我还赚了，爽快，马上安排转给你。甲亢哥太厉害了，不仅开出帝王绿，还开出了1.8亿的玉玺。
小子，好好看，我可是大明永乐年式的菩萨像。别看我起拍价300万，但我至少值800万。我虽然画的是麒麟送子，但我就是个清末民谣仿康熙的货。画工粗糙，釉色也发贼光，他们竟然给我标了个清康熙精品，起拍价50万，真实价值也就5万块，谁买谁是大冤种。我不是一块普通的破砚台，我身上藏着10枚战国3恐怖真品，至少值3000万，快把我带走，别让我蒙尘了。乌鸦宝，这块看着跟路边捡来的破瓦片差不多的成衣页，里面居然藏着战国3恐怖，这可是布币中的大珍品啊，存世稀少。品相好的更是凤毛麟角，10枚3000万还是保守估计。再看看那青花大盘，清末仿品敢标50万起拍，这拍卖行水也够深的。那名永乐铜鎏金文书菩萨像倒是真东西，要是能拿下也不错。不过今天的目标就是这块残砚了。喉咙疼，那个甲亢又来了。这家伙最近风头很劲，老是能捡到漏。这还不简单吗？他不是号称捡漏小王子吗？待会儿只要是他看中的东西，咱们就跟着拍，让他给我们当明灯，错不了。妙啊，喉咙疼，还是你高明。上次他在潘家人可是在我眼皮子底下捡了个大漏，这次非让他一件都拍不成不可。今天就让他见识见识什么是姜还是老的了。没想到赔钱货和喉咙疼这2个老狐狸也来了，看他们那副不怀好意的样子，今天这残砚恐怕要费点周折了。还好我早有准备。随后甲亢便来到一旁，拿起了手机，给不远处的爷爷拨通了电话。各位来宾，欢迎来到我们春季拍卖会。现在第一件拍品，清康熙青花麒麟送子大盘，此盘画工精美，寓意吉祥，起拍价50万人民币，每次加价不少于2万元。52万、54万、56万，这仿品居然还有人抢，50万都亏到姥姥家了，正好先拿这件开胃菜试试他们的水。60万！就在甲亢刚喊完价格的瞬间，赔钱货和杨伟老板交换了一个眼神，立刻迫不及待地跟了上来。70万，假小子，这盘子本少爷看上了。赔钱货好眼力，假小子眼光也毒辣啊！老夫也凑个热闹。72万，果然跟我猜想的一样，我是被他俩给盯上了。这盘子撑死值5万，就看他们能抬多高了。80万、90万，假小子，别挣扎了，这盘子我要定了。赔钱货，这盘子确实不错，让我来给凑个整。100万、200万、300万、400万、500万，哎，价太高了。2位前辈财力雄厚，小子甘拜下风，让给你们了。甲亢，看到没有？好东西可不是看看就能拥有的，得有实力。哈哈，不好意思了，这盘子现在是本少爷的了。顺便告诉你一声，今天有我俩在，你休想再捡漏。500万买个价值5万的，赔钱货您真是实力非凡。不过这场戏演的差不多了，也让他们放松了对我的警惕。接下来这件拍品可以说是本次拍卖的重器之一，大明永乐铜鎏金文书菩萨像，工艺精湛，法香庄严，起拍价300万，每次加价10万元。310万、320万、350万，这佛像确实不错，800万的价值，现在350万还有空间，但我真正的目标不是他。不过为了不让他俩影响我拿下那块残砚，我得稍微表示一下。360万，哟，假小子，看来你是看上了这菩萨像，本少爷也看上了。400万，年轻人火气旺啊！赔钱货，这佛像老夫也喜欢的很。500万、600万、700万，假小子，你看上但不可能让你得到。750万、800万，假小子，今天我不可能让你捡到漏的。价值800万的东西，现在已经800万了。既然喉咙疼你这么诚心，那我就再送你一成，850万、900万，假小子，继续叫啊！说不定我就让给你了。900万拿下价值800万的，还那么得意忘形。喉咙疼，你简直欺人太甚。说完，甲亢便装作一副被气炸了的模样，转身便离开了拍卖区。侯老板，恭喜呀！看把那小子气的，呵呵，年轻人还是太嫩。这菩萨像，我看至少值1000万。没想到你甲亢也有这一天，竟然连一件拍品都拿不下，还真是窝囊。此时，在一个僻静角落内，一位满脸慈祥的老者正向甲亢走了过来。此人便是刚刚用电话联系过来的爷爷。小亢啊，你这么着急喊我过来是要干什么？看你脸色不太好啊。爷爷，演戏呢，等会我需要您出马，帮我把一件东西拍下来，是一块不起眼的破砚台。就一块破旧的砚台，既然要竞拍，小亢，你可千万别上当了，那些人精明着呢。爷爷，这可不是普通的砚台，它里面藏着天大的宝贝，价值至少3000万的战国3恐怖。我现在被人盯上了，不方便出价，唯有请爷爷您亲自出马才行啊。行吧，乌鸦报多少？你说多少？3000万。小亢，你说真的还是我老眼昏花听错了？爷爷，你没眼花也没听错，就是3000万。万一有人看上了，只要是没超过这个价，您尽管加价，不要犹豫，就说是您自己喜欢，买回去磨磨写字用。行，我知道了。3000万啊，我这老心脏可得悠着点。随着拍卖会的不断进行，很快甲亢所期待已久的残破成泥就呈现在了拍卖的舞台之上。此时的甲亢和爷爷已经回到了座位上，甲亢装作意兴阑珊的样子，爷爷则显得有些紧张，但努力保持镇定。下面这件拍品是一方成泥砚，品相如图所示，
有明显残缺和修补痕迹。据送拍人说是家传之物，年代不详，5万起拍，各位随意出价吧。拍卖时话音刚落，场内一片寂静，众人看着大屏幕上那块灰扑扑、缺了一角的砚台，都提不起兴趣。你们拍卖行现在什么破烂都收啊？这种东西也好意思拿出来？白送我都不要，嫌可沉。这砚台也算是老物件，但看不出啥端倪。这假小子好像也没看上，看来就是块烂泥巴了。主持人到现在都没人要举牌，你就别浪费大家时间了，赶紧宣布流拍吧。哎，我就感觉这玩意肯定没人看上，非要花钱送牌。我的爷呀，你怎么还愣着呀？快举牌啊！价值3000万的宝贝马上就要跑了呀！您老人家倒是举牌啊！嘿嘿，美女主持，你看这砚台没人要，5000块怎么样？可以的话我就要了，正好拿回去磨磨。我说大爷，你以为这是菜市场买菜吗？可以随意砍价，不懂就别来拍卖会丢脸了。是啊，老人家，人家那起拍价那都是规矩，就算是流拍也不可能会降价的哈。美女，你可想清楚了，这件砚台就算流拍了，你觉得你就能卖出去了吗？我现在愿意出5000块，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哟。这位爷爷的话还真是话糙理不糙，既然能卖个5000块，也比流拍强。送拍人也说了，只要有人要就行。行，爷爷就按你说的5000块成交。年轻人多学学吧，你看这不就拿下来了吗？哇塞，不是这样也行，这大爷真是个奇葩。花5000块买块烂泥巴，总感觉这老大爷和甲亢那小子有点猫腻，但一块破砚台应该没啥价值。甲亢，你今天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没拍到，在这里得意什么？我得意什么？关你什么事？倒是赔钱货您那500万的康熙大盘，可得好好找个明白人长长眼，小心吃了大亏哦。还有喉咙疼老板，您那尊900万的明永乐铜鎏金文殊菩萨像，也别高兴太早。你这番话什么意思啊，小子？别以为你捡过几次漏就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字面意思自己好好理解吧。告辞。咱们是不是被耍了？那2件玩意是他故意抬价让我们拿下的，他用那破盘子和佛像吸引我们的注意力，真正的目标是那块没人要的破砚台。哼，都怪你这个蠢货，说什么把它当明灯，结果咱们成了最大的瓜。5买大明宣德年铁包金佛，内蕴赤足真金，法相庄严，价值800万。出刀了，出刀了，出刀了！我要报！大明宣德年的铁包金佛，内藏真金，价值800万。这破旧的地摊上竟然有这！大师，您这摊子上的东西都怎么卖啊？阿弥陀佛，施主有礼了。老衲这些物件皆是随缘而结，都是承载佛法深厚之物，非有缘人不可得，需诚心礼佛，抽得上上签，方可请回供奉。哦，抽签！大师，我对那尊铁佛像挺有感觉的，不知道它算不算您说的承载佛法深厚之物？阿弥陀佛，施主好眼力，此铁佛乃老衲云有手的，颇有来历，自然需要上签方能结缘。施主若有诚意，可在我这签筒中取一支，看看佛缘如何？甲亢心想，这和尚果然有套路，他不动声色，准备伸手去拿签。施主莫急，抽签问缘，需先供囊3宝，以示虔诚。香火钱随意，多少皆是功德。还先有钱呢，这买卖真是高啊！甲亢把10块钱放入和尚面前的功德箱。大师，现在可以抽了吧？施主请。甲亢随手抽了一支，递给和尚。哎，施主下签，看来施主与此佛缘分未到啊。这样啊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突然一位大妈走了过来。了凡大师，我又来您这儿请安了。您老的佛法真是灵验，上次听您开始，我那老寒腿都好多了。阿弥陀佛，王施主客气了，此乃佛祖保佑。大师，我想求这串佛珠回去供着，沾沾您的佛气，我也来抽个签。王大妈念念有词的拜了拜，然后伸手入签筒，小心翼翼地抽出一支。哇塞，大师您看，是上签，我抽到上签了。善哉善哉，王施主与佛有缘，福报深厚啊，只需10万即可。大师，10万可以的，谢谢大师。阿弥陀佛，施主与此佛珠有缘。这老太太是这和尚的托儿吧？每次都来，每次都上签，然后花重金还兴高采烈，演给谁看呢？可不是嘛，都是套路，专门骗那些想占便宜或者真信佛的人。施主，你还想要请这铁佛吗？大师，我想要，可惜没有抽到上签啊。阿弥陀佛，佛门重器，自然需要深厚佛缘。不过，若施主心诚，菩萨有时也会法外开恩。老衲看施主对那尊铁佛念念不忘，莫非真有感应？不瞒大师，我一看到这尊铁佛，就觉得心里特别宁静，仿佛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。虽然我没抽到上签，但这份感觉骗不了人。大师能不能通融一下？哎，施主，此铁佛虽貌不惊人，但老衲总觉得他内有乾坤，只是尘封已久。你若真有诚心，愿为此佛出一份力，助其早日重焕宝光，也算功德一件。老衲看此铁佛历经沧桑，布满尘埃，正常抽得上签的施主都需要10万。看你如此诚心，不论你出个8万8的香火钱，就当是为他浮沉净身的费用，老衲便允你将他请回，日夜供奉，如何？ 8万8买800万的宝贝，
这和尚以为捡到宝了，其实是我捡到宝了。大师慈悲，88000，我愿意转过去了。不要宝！这小伙子果然被上套了，88000买这么个黑不溜秋的铁疙瘩，这和尚套路太深了。找个大码10万买给你看，然后假装说你更有诚心，只需88000，让你瞬间感觉捡到便宜了。可不是嘛，我看就不是好东西，这玩意儿我看最多值50块钱。阿弥陀佛，贾施主，让你久等了，老衲处理些寺内俗务，耽搁了片刻。方丈大师客气了，晚辈也是刚到不久，正想进去拜见您。方丈大师，您怎么来了？这位小施主是您请来的客人？坏了，这小子竟然是方丈请来的贵客！我刚才那套上签、香火钱的说辞，岂不是全都露馅了？这要让方丈知道我在这用这种手段糊弄他的客人，我这摊子还能摆下去吗？怕是还要受死归惩处。哎呀，小施主，老衲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怠慢了贵客。您是方丈大师的座上宾，老衲刚才跟您说的那些什么筹钱、什么香火钱，都是老衲跟您开玩笑的，戏言，纯属戏言。这尊铁佛，您喜欢直接拿走便是，分文不取。您刚才的钱老衲都退给您，全当是老衲给您赔罪了。大师，这可不行，您刚才说了抽钱问缘，香火钱随意，这是您定的规矩。后来又说这铁佛与我有缘，88000香火钱即可请走，这也是您亲口所言。买卖讲究的是买定离手，银货两清。您现在又要反悔，岂不是自己打了自己的脸，坏了这买卖的规矩？再者说，大师，这里是灵山寺山门重地，佛门清净之所，您在此设摊，却用这般套路戏弄香客，不知方丈大师这是否也合乎贵寺的清规戒律呢？阿弥陀佛，了凡，贾施主所言，你可有解释？方丈，我小施主，老衲是真的不敢占您的便宜，尤其您还是方丈的贵客。这铁疙瘩它真的不值钱，就是个普通的铁柱玩意儿，您买回去也是压箱底。老衲是一片好心，不想您破费啊，求求您高抬贵手，这钱我退行吗？大师不必多言，说好的88000，一分不少，钱货两清，这是规矩。方丈大师，晚辈出来跪宝刹，亦未曾备下什么厚礼，今日偶遇此佛，观其法相古朴，似与贵寺有缘，晚辈斗胆想将此佛敬献给灵山寺，供奉于佛前，也算是晚辈对佛祖的一点心意。此佛看似寻常，实则内有乾坤，还望方丈大师不要嫌弃。阿弥陀佛，贾施主有心了。此铁佛造型确实古拙，透着一股沧桑之感，只是老衲眼拙，不知贾施主所言内有乾坤，是何玄机呀？内有乾坤？一个黑不溜秋的破铁佛能有什么乾坤？这小子不会是故意在方丈面前装神弄鬼，想讨好方丈吧？不过也好，只要他把这烫手山芋送出去，别再追究我刚才的事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方丈大师请看。贾康将铁佛表面擦掉，露出了灿烂夺目的金色光芒。不要宝，这黑铁佛里面是金的，这竟然是方丈大师，这便是铁包金佛像，外层为特制铁漆，用以掩人耳目，其内胆乃是真金铸就。金呐，不可能！我收来的时候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，敲打过，称量过，明明就是个实心的铁疙瘩，怎么会是金呢？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真乃佛宝重光，贾施主慧眼识珠，功德无量。只是老衲尚有疑惑，黄金至重，如此体量的金佛，其分量当远超寻常铁器，何以此佛手感却与普通铁佛无异，并不显得格外沉重呢？方丈大师明鉴，此佛之所以手感不显沉重，皆因其内里的金佛采用了极为精妙的镂空拉丝工艺，佛身并非实心，而是中空的，其金身乃是由无数极细的金丝精心盘绕编织焊接而成，既完美塑造了佛头的宝相庄严，又巧妙地减轻了整体的重量，使得其手感与同体积的铁器相差无几，极具隐蔽性。想必当年制作此佛的高僧大德，便是为了在动荡年代或特殊时期更好地保存佛像，才想出如此巧夺天工之法，以铁为表，金为里，蔽人耳目，传承至今。原来如此，古人智慧当真令人叹为观止，以镂空拉丝之法铸金为佛，再施以铁壳伪装，如此巧思，非大智慧者不能为也。哇塞，这工艺太牛了，听都没听说过。阿弥陀佛，贾施主，此金佛老衲定会择吉日举行盛大法会，将其妥善供奉于大雄宝殿上。随后，方丈命人将了凡和大妈都叫来问责。了凡，你可知罪？方丈明鉴，我也是一时糊涂，被这了凡和尚许以小利，才配合他演戏，假装抽的上签，哄骗其他香客，求方丈饶恕。了凡，你身为佛门弟子，本应恪守清规，弘扬佛法，却不思精进，
反而利用十方信众对佛门的信任与敬仰，在此宝刹之地行此坑蒙拐骗之龌龊勾当，视佛法如无物，视戒律如儿戏。今日若非假施主，你还要继续蒙骗多少善男信女？本寺乃千年古刹，清修净地，岂容你这等奸猾败类玷污？方丈饶命，方丈饶命啊！弟子知错了，弟子再也不敢了，求方丈给弟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。证据确凿，你们都进去踩缝纫机反思吧。